大家好，我是怀惠诊所的吴东阳医师。我本身是胸腔专科的医师，专长的领域在呼吸道相关的一些问题。在因缘际会下接触了营养的一些相关东西，随着接触的时间的长短，发现一个额外的医学上的领域是属于功能性医学。其实这在台湾并不常见，但是其实在美国它已经行之多年，都有相关的文献的证实它的疗效。那随着我们现代科技医学的技术的进步，很多人的寿命越来越长。那大部分的人随着年纪增长之后，有很多的慢性病产生。那这些慢性病都需要用药物去长期的控制，导致每个人只要活得越长，基本上就是需使用的药物就是越多。那有没有一个方式是可以不用吃药，又可以远离这些病痛的方式呢？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功能性医学这一块的领域。那接下来就客户所提问的一些问题，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叙述及回答。接下来有客户问到肺炎链球菌对新冠到底有没有保护的效果？其实这要从肺炎链球菌疫苗本身来做一个描述。它其实有分为13价跟23价的疫苗。以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，13价的肺炎链球菌疫苗，它其实本身是具有新冠的保护力。根据文献的资料所显现，它可以降低重症的比率，可以下降5%左右的机会。那至于在23价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就没有这样的效果。那另外有客户会问到说，那需要多久施打一次？以目前的资料来看，13价肺炎链球菌它终其一生只需要施打一次，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，比如说你已经打完1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，刚好加上客户想要出国，而出国的那个地区正在肺炎大流行，如果有以上的情况时候，会建议追加一支13价的肺炎链球菌疫苗。至于23价的肺炎链球菌疫苗，它本身效力会随着时间而衰退，所以需要每5年施打一次，以维持它疫苗的效力。另外有人问到确诊后有出现喘及偏头痛的情形，该补充什么样的保健品？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题目，因为基本上这些症状应该先去找相关的医师评估，确定你是新冠所影响造成的后遗症，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评估。万一它是由其他原因所造成的，那你补充营养品也要看方向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必须先查出你病因的源头，才能根据源头去做相关的营养保健品的一个调配。所以可能无法直接回答客户，有这样的症状，可以使用哪一些的营养保健品，避免造成一些病情延误的情况。有人问到正在确诊的人，除了医生所开立的处方药，当然就是抗病毒药之外，还需要补充什么相关的保健品？那就要回到新冠本身来讲，其实它的影响的情形大概都是以呼吸道为主，也就是说胸腔支气管相关的问题。那你要补充这些营养品，当然就是根据以增加肺部的抗氧化力、清除力为主的一些相关处方，比如说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、锌、硫辛酸、Q10 等等。但是这些补充品还是应该跟医生做一个讨论，看你的剂量大概要使用到多少，会比较安全。不然有时候你吃到正确的营养保健品，可是你剂量不足，一样会达不到效果。最后有人问到肺部纤维化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式？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源来讲，它就像是一个肺部的末期性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以肺部纤维化来讲，它是没有所谓药物可以根治的方式。如果要处理，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做肺部移植。
更换是一个正常人健康的肺就可以解决这样的状况。不过在临床上，大部分发现有肺纤维化，很多人都是属于年纪比较年长的一些客户，这些人其实身体也许就没办法接受手术的治疗的方式，所以在治疗这个部分，我们的方向可能会稍微修正一下，变成不是去治疗这个疾病本身，而是去改善这个疾病造成日常生活功能不足的部分。所以大概就是这类的病患都会有一些呼吸喘的情况，或是他的肢体相对上比较没有力气的情况，所以在治疗部分的方向就会着重在这个部分，比如说给他适当的氧气，做一些相关的呼吸训练，甚至营养的补充，训练他的肌力等等，这都可以明显的改善病患的一些临床症状。虽然对他的疾病本身没办法达到根除，可是可以明显的改善他的一些生活上的品质，达到也算是有治疗他的一个效果。